《藏海传》是一部有复仇、朝堂、堪舆探险很多元素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，讲述的是主人公藏海从小背负血海深仇，蛰伏10年之后重返京城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我记得当时是看了剧本之后，被紧张的这个故事情节给吸引，然后看到后期的时候是被藏海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给吸引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只有一个名字：藏海。他们要的是你的命。在看剧本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设计很巧妙，它的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个钩子，然后把我的心给勾住，然后让我不停地往下看，不停地往下看。有一集在看到走出断龙石的那个桥段的时候，我确实有在想，如果我演，我会怎么样的去演？鬼！机会来了，把藏海推出去，让他陪葬，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！那场戏在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难演，我要怎么让观众去体会到藏海当下的那种悲凉，他的愤恨，但是他又要去力战群雄，跟在场的所有的文武百官，然后去对峙，然后要成功的把杨真给换进来。要安抚先帝之灵，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，永远待在皇陵中。但此人不是我，那是谁？杨真。一旦他们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，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。他要把自己隐藏起来，然后让所有人都相信他，然后特别是他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，要成为他的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为他出谋划策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昨日小人收到了些回头礼，并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，以侯爷的名义施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们。没想到这件事你办得挺漂亮。我跟爵哥，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跟他的第一场戏，那场戏是我第一次见到爵哥，然后我之前也没有跟他合作过，我们俩就等于说是两个互不熟悉的演员直接碰撞，但我觉得反而那场戏的效果很好。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，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。小人定为侯爷，效犬马之劳。我跟爵哥有很多衍生戏，就是跟平津侯，因为他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仇人嘛。我在设计的时候，其实前期如果观众细看的话，应该能看得出我是不敢看他的。我跟他我没有对视，我基本上我就是这样看他。再到后面逐步取得他的信任之后，越来越多的直视，甚至后面是怒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平津侯我在你心里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。还有一点是因为前期为什么不敢直视平津侯呢？我认为是平津侯这个人非常的厉害，因为有时候一个眼神是可以出卖自己的，是可以透露很多东西的，所以我不想让平津侯抓到我这么多的信息。智者不寿，聪明人死得早。别人做不到的，我总希望自己可以。它的复杂性刚好就是在于，它不是一味的想要去复仇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一个动作，它是在复仇的路上接触的人也好，接触的事物也好，它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游走。我觉得它成长了，仇恨不用写在脸上，放在心里就好。我想做的是可能跟观众一起拉观众入局，然后一起去体验藏海的这一条复仇之路吧。